明明只有小学毕业，却根据电影中学到的情节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抹除掉了妻女杀人后留在现场的残留痕迹，并且就算事后败露，警察明知道妻女是凶手，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进行逮捕抓人。可以说，他利用电影情节制造了一场完美犯罪。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想把手机打掉，我没想打的，我不想坐牢。我知道啊，不怪你，有爸爸在，没人会坐牢的。原来就在刚才，平平为了抢回侵犯自己的视频手机，意外失手打死了警察局局长的儿子。母亲为了保护他，将素茶这个禽兽装进麻袋，然后挖开邻居刚刚下葬的新坟，推进素茶的尸体压在邻居上面，重新填土，进行了毁尸灭迹。报警吧，就说人是我杀的。你现在报警连坐牢的机会都没有，死的是警察局长的儿子。再说平平才是受害者，我们才是受害者。李维杰说的没错，死的是警察局局长的儿子，父亲还即将当选市长。如果报警，在绝对的权力面前，他们的受害者身份毫无意义，连进入司法程序的资格都没有，等待他们的只会是无尽的私刑和毒打。所以既然报警是死路，那么唯一的生路就是让素茶这个人从世界上彻底消失，并摆脱凶手的嫌疑。而如何脱罪变成了眼下最难的题。李维杰这个人酷爱看悬疑电影，虽然只是小学毕业，但智商极高。他在恩叔坟墓前苦思对策时，脑海中想到韩国的蒙太奇电影以及美国经典悬疑片《控方证人》，两部电影结合在一起，讲的正是关于制造完美不在场证明的。于是受到启发的李维杰当即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脱罪计划。我刚在墙角发现了这个钥匙，他昨晚开车来的。什么车？一辆黄色的车。一点血没流？没有。啊，对了，他的手机。把家里门窗关好，我回来前不要出去，就像家里没有人一样。你要去哪儿啊？去处理一下这些东西。注意这里的时间是3号早晨，以及李维杰再三确认有没有出血，都是后面脱罪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。随后李维杰找到黄色汽车，他以为和开面包车一样，直接用机械钥匙去开车门，可殊不知这辆车配有电子防盗系统，必须先用遥控钥匙解锁，否则直接插入钥匙就会触发警报。对于只开过普通面包车的李维杰来说，这完全是一个知识盲区，因此刺耳的警报声瞬间划破了清晨的宁静。而不远处的路边早餐摊上，宿醉了一夜的恶警桑坤正带着小女友吃饭，听到突兀的警报声，于是本能的起身转头查看。ถ้า李维杰รู้เปล่าดูเหมือนจะใช่นะไปซื้อรถมา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มื่อไหร่บ้านเขาอยู่แถวนี้เหรอบ้านเขาอยู่หลังป่านู่นน่ะ李维杰着急处理汽车这个线索，他想过用火烧或者到废弃厂销毁，但燃烧会释放巨大浓烟和火光，非常引人注目，并且现代汽车的金属骨架和发动机很难完全烧毁，最终留下的车架残骸反而会成为指向犯罪的铁证。废弃厂销毁则涉及复杂的运输和重型机械操作，作为一个普通人，李维杰根本没有途径去联系并信任一个废弃厂来完成这种黑活，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暴露，所以几番斟酌下，他一路躲避监控，将车开到了一处大型沙土场，打开速查手机激活定位，删掉里面侵犯女儿的视频，最后用布擦掉自己的指纹，趁人不注意将手机扔进一辆运送沙土的卡车。这样做是为了制造一个速查还活着，正在朝外地移动的假象，为接下来的计划争取宝贵时间。做完这些，李维杰顺着沙土场的小路一直开到尽头，来到一条河边，松手刹打开车窗，将车给推了下去。好在这个偏僻的水域没有神秘钓鱼佬，否则这一幕会在第一时间登上各大新闻头条。结果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羊叫，远处一个放羊的汉子正在赶着一群羊路过此地，而其中一只领头羊被缓慢下沉的黄色汽车吸引，停在原地，双眼凝视，一动不动。李维杰见状赶紧躲进芦苇丛，以免被放羊人发现这里的异常。好在是虚惊一场，不过请记住，这只领头羊它后面还会出现，并会成为整部剧中最大的反转伏笔。随后李维杰回到家中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怎么样了？什么怎么样？素茶的车啊，爸爸你怎么了？素茶是谁？我们就不认识素茶。如果认识，也只有平平在夏令营见过他，只是见过。而且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必须当做所有的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否则警察一旦找上门来，一切都写在我们脸上。嘱咐完这些细节，李维杰宣布带一家人去罗桶游玩，准备利用蒙太奇的手法混淆时间，制造全家人不在场的证明。2019年上午的8点40分，李维杰一家乘坐大巴前往罗桶。路上，李维杰主动和售票员聊天，强调晚上有场拳王的比赛，他们一家此行就是借着周末的假期特意前去观看的。但事实上，这场比赛是昨天2号晚上进行过的。当时李维杰一个人来罗桶出差，晚上无聊观看了这场比赛。而这里注意的是，李维杰只说周末没有说日期，就是为了混淆售票员的记忆。下午2点，李维杰带着妻女来到昨晚入住的酒店，故意以人多需要加钱的理由和酒店的前台发生争执，加深前台
台的印象让他们误以为昨晚入住的是一家人，之后又带家人一起去吃蛋糕。李维杰故意找话题夸赞老板娘做的蛋糕好吃。下午4点50分，一家人去电影院看电影，影院里播放的是泰国电影《天才枪手》，讲的是学生通过作弊手段瞒过监考获取利益的故事。而此时的李维杰正在做一件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事，他也在作弊，只不过他的试卷是一桩杀人案。晚上一家人逛商场买衣服，在各个地方留下了监控画面。接着一家人去观看拳赛，李维杰故意打翻小贩手中的爆米花，并许诺双倍价格赔偿，然后去外面的 ATM 取现金。但昨晚他已经取过钱， ATM 监控里有他的取钱画面，所以他找这个借口出来，一是为了让小贩在这个时间段记住他出来取过钱，二是为了在垃圾桶里找到4张4月2号的全票。半夜11点，一家人乘坐大巴回家。就这样，李维杰将一家人在罗桶游玩2天的假象完美的制造了出来。从现在开始，买所有的东西都要留下票据，电话费、车票、水费，咱们家从1月份开始的账全部都重新做一遍，做得越详细越好。要想过这一关，咱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呢。做账是为了制造消费的连续性，让他们家在2号和3号都有消费记录。在罗桶多个场合故意刷脸，则是为了培养证人。当面对后面的警察问询时，证人和物证都能证明他们一家2号、3号在罗桶游玩。这样一来，在法律上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不在场证明。所以到时候即便警察怀疑，也没有证据给他们定罪。几天后，拉文一直都联系不上速查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他隐隐感觉儿子很可能出事了，于是叫来手下调查速查的手机和行车记录。我们追查了速查的手机。出罗桶之后，去过丹武里，又转到了班夫，然后一路北上到了金奈，在金奈手机就关机了。车查到了吗？最后一次在监控中出现是2号下午，在参班镇，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我要他2号、3号手机详细的通话记录和位置轨迹，还有丹武里班夫金奈高速口的监控。看。另一边，李维杰来到新城包的工地，给正在建设的新警察局铺设地下网络线路。地上一个大坑当即引起了他的注意。这一刻，李维杰的大脑飞速运转，眼前的坑是为铺设地下线缆而预留的，不仅足够深，后续还会浇筑大量混凝土和钢筋。一旦封死，屋里上几乎不可能再被挖开。位置还是警察局，可以说是天然绝佳的藏尸点。于是，在拿到钥匙后，一个转移尸体的计划悄然形成了。结果，李维杰在和承包商离开时，桑昆突然冲过来，不由分说，直接暴揍起了承包商。原来承包商看不惯桑昆贪污老百姓的赔偿款，偷偷匿名将他给举报了。但没想到警局里沆瀣一气，转头就把此事告诉了桑昆。而眼见承包商被打，李维杰又立马想到一个脱罪计划，果断冲上去一脚踹倒桑昆。众目睽睽之下，作威作福惯了的桑昆哪受过此等侮辱，直接拔出枪对准李维杰的头。你敢袭警？这么多人踹我！要干嘛？要开枪打他吗？太过分了！太过分了！走了。旁边的杨无辜躺枪，成了这场冲突的替罪羊。原来李维杰得知桑昆那天看到自己开走了黄色汽车，所以他要趁这个机会和桑昆结仇，让大家知道他得罪了桑昆。又过了几天，几个小孩哥在河边玩耍时发现了速查的黄色汽车，虽然里面什么也没有，但拉文感觉儿子可能已经凶多吉少，当即动用关系在汽车最后消失的参班镇进行全面调查。桑昆看到照片，想起那天早上看见李维杰开过这辆汽车，认为速查的失踪肯定和他有关系。上司则认为桑昆这是公报私仇，让他不要瞎搞，否则弄错查案方向。事后拉温肯定会找两人麻烦，但桑昆坚持那天看到的就是李维杰，并且表示当时还有一个目击证人，还有那个面摊老板也看到了。我可没看到。对，我们一起看到，你忘了？我只看到车，没看到人。这辆车吗？有点像。桑昆还想解释，却被上司挥手打断。经过调查，那天他和小女友嗨了一夜，来到面摊时浑浑噩噩，站都站不稳了。黄色汽车在几十米开外，尤其是在清晨光线不佳的情况下，上司认为他根本不可能看清开车人的五官，依旧坚信他这是公报私仇。而这正是李维杰想要的结果。当时的挺身而出踹倒桑昆，在街坊邻居眼中成了一个敢为弱者出头的血性好人。所以当警方过来调查，出于对李维杰的信任，会主动帮他作证，坚信李维杰不可能做违法的事。